大家晚上好啊，这个声音有了吗？声音应该有了。好嘞，我们开始新一期的直播。差一点就晚了呢。跑步回来啊，来看直播，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然后有人先去抢到沙发了啊，欢迎。每周五咱们有一次直播啊，这周又该更新会员节目了，让我想一想到底是更点什么。最近想说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不是那么好选题目啊。稍微等我1分钟啊，因为今天前面在调教龙虾，所以稍微的稿子稍微准备一下，并不是说没写啊，都写好了，只是呢需要把它导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容易阅读的地方，所以呢是要稍微的有那么1-2分钟的。继续。对，还有一只大手，欢迎。然后完嘞，东西都齐了，这不就可以开始了吗？打开方式。最近呢，感觉越来越累啊，这个就是 AI 工具越来越多，AI 能力越来越强，但是自己越来越累，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呢？所以昨天呢，发了一个推啊，说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个 AI 越用越多，然后自己越来越累，抱怨了一下，然后就谁来着？泰利富啊，就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开一期节目来讲一下这事儿呢？有道理啊，对吧？那就开一期节目来讲一下呗。明天周六啊，早晨和朋友去打篮球啊，欢迎啊，不叫欢迎，应该是要多运动啊，这个才是对身体最有好处的方式。然后转发推，好嘞，哦，再添加一张，我要换一个背景，稍微等我一下啊，然后是取消，这个玩意儿是怎么玩的来着？选取，对。好啊，这张跟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就比较贴了吧？发送，然后这边好，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我看看大家还在说什么啊？这个运动啊，挺好的。周末药盒是周日弄啊，每个周日的晚上不定时，有时候早点，有时候晚点。大频打高大什么？打高尔夫嘛，这个太昂贵了啊，不会玩。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AI 怎么越用越累呢？钱变少了，事儿变多了，越来越累，
还越来越焦虑。首先呢，这从老范身上做一个真实写照。AI 肯定是越来越强大了，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感觉呢，自己获得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了。自己使用的 AI 工具和环境肯定是在不断提升的。2025年啊，去年的收入比2024年少了大概10%左右。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也有所下降啊，大概也是降了10%左右吧。原因呢是 YouTube 把单位价格上升了，但是呢流量在下降啊，就是没那么多人看了。原来在1月份的时候，可能每1000次的广告展示每1000次的视频播放应该有$5，现在呢有$6啊，但是播放量确实是在下降啊，最后合在一起以后呢，整个的收入就下来了。自己的时间完全被占用了，基本上不离开电脑了。原来我还可以四处出去玩啊，这个以前有一段时间研究去怎么做数字游民的时候，还这个在东南亚四处乱跑啊，也都能保持日更，也没有断更过。现在呢，没法离开电脑，还越来越累了，越来越焦虑了，挣的钱还越来越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对呀，对吧 ？AI 应该是提升生产力啊，那我的收入为什么没有提升呢？生活为什么没有变得更轻松更好呢？有没有人跟老范有相同的感受呢？啊，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内容。今天这个故事呢，大家注意啊，咱们讲故事啊，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啊，所以这是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呢，分8段来讲。第一段呢叫信息焦虑，第二段叫配置税，然后是算力包工头 ，AI 仅仅是平台内卷我的工具，其他人则是被公司内卷了。啊，验证的地狱，专业任务的反应降效，沦为人肉 API 啊，这些呢都属于是我们感受到AI 真正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地方，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帮助。但是呢，后面我们还要再讲说这个如何突破这个 AI 越多越累，挣的钱越少的悖论，真正用 AI 产生效益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们也要去讨论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讲信息焦虑。老范自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不断的有新的信息进来，新的信息如果还没有阅读和了解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深的这种焦虑感，觉得哎呀，我好像又漏掉了什么东西。特别是我开直播的时候，你们跟我讲，哎呀，你知道这个吗？你知道那个吗？哎呀，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啊。而且我现在啊，阅读各种信息和内容的时候，都是前后台摄取任务并行的。什么叫前后台任务并行的？就是我可能一边在看一个东西，一边在听一个东西啊，听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提升我的信息摄取的速度啊。当然，这个肯定对人是很痛苦的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所有的空闲时间啊，都是用信息来填满的啊。比如说我要吃饭啊，我一定要拿着手机啊；我要这个刷新闻啊，我要去做一些家务，我一定要拿着手机，我要去听一些东西，对吧？一定要有一个任务能够继续不断的去获取信息啊。然后一旦停下来信息摄取了，就会有巨大的焦虑和戒断反应啊，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啥都没干，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对吧？非常非常痛苦。比如说吧，现在你去我呢去用 GPT 也好，用 Gemini 也好，你只要是给它输入命令了以后，它要等很长时间啊，这个它要去搜集信息嘛。那在它等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刷一下 Twitter，啊，刷一下 X，对吧？这个万一这个时候有些什么事儿进来了呢？啊，我万一不知道呢，对吧？就是人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焦虑的状态下面，各种信息的推荐算法也知道我关注什么样的信息啊，不断的给我推我喜欢的或者我关注的这种最新的信息进来啊，让我觉得哎，你看我又见缝插针的啊，看到了一个新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有用啊，让我在一直这样的去在信息的海洋里头痛并快乐着。而且因为有了 AI 啊，全社会产出的新消息速度也是在提升的啊，这个快速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在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信息摄取彻底碎片化了。我最早是可以看书的啊，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看书的，但是我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书了。
去年年初的时候还说要去看这个信息简史还是什么，就是啊尤尔·赫拉利写的最新的一本书，大家看了5、6章吧，再也看不进去了，因为为什么？就实在是把信息碎片啊，实在是被信息碎片把这个精力都给占满了。后来呢是可以看这个文章啊，就是那时候看书的时候还可以看电影，后来呢只能去看电视剧了，因为电视剧比电影短啊。再往后就是看动画片啊，要更短。最后是看抖音短视频啊，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把精力全占住了啊。这个现在呢，就是我连这个文章也看不了了啊，这个动漫也基本上不看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抖音、X 以及各种 AI 总结啊，只能看这样的碎片化信息了。啊，感觉去看那种连续的内容，非常低效啊，然后这个自己完全无法忍受的一个状态。现在连 YouTube 的长视频都不看了，对吧？我今天啊在 X 上发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以后，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也是这样的啊，原来还来看老范的节目，现在也看不进去了啊，这个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跟 AI 聊天了，对吧？现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啊都看不进去了啊，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信息焦虑。第二个问题呢，我遇到的是要配置税，叫 setup tax 啊，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还没开始干活呢，AI 已经先收了你一笔注意力的税了，对吧 ？LinkedIn 上一篇高赞的文章，作者呢叫 Ray 栾啊，这个人呢是 Open Cloud 和 Lazy Cloud 的一个推广者，他呢写了一篇文章叫配置税，说为何开发者在写下一行代码前就怒怼 AI 工具啊，因为原因很简单，原来我坐在这就可以写了，现在的话你需要做好多好多配置，对吧？那么开发者本来是想靠 AI 来提效的，结果呢还没有问出第一个问题，就深陷到 Docker 啊、YAML 啊、依赖啊、API key 啊、环境变量啊、各种约束啊，等于我们就陷在这个里头了啊，需要配置半天，而且经常还出错，对吧？平均一个开发者在问出第一个问题之前，需要花47分钟把 AI 助手配置起来，对吧？这个是一个反正很痛苦的一个选择吧，这也没办法，对吧？我花在系统配置上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现在基本上每天上午就是倒腾各种各样的系统相关的升级配置改各种配置啊，在干这件事情。下午才开始啊，搜集信息，然后去准备话题，去录制。啊，我一般上午要干嘛呢？第一个是账号和这个套餐的维护，对吧？你得花钱订套餐啊。我现在每个月啊花在套餐订阅上的费用大概是，应该到不了$100吧，大概是几十美金的样子啊。ChatGPT $20，然后 Midjourney $10，这个极梦其实还花了我大概$5左右吧。然后呢，再加上各种的 API 账号的这种按 token 消耗。啊，大概会有个几十美金啊，所以加一块应该不到$100。这些套餐呢是有的是有额度刷新机制的啊，也是非常非常消耗我的感情的，对吧？最近就被 Codex 反复调戏啊，因为前面几天每天刷新一次啊，但是今天到这点了也没刷新啊，我还反复看了好多次，真的没有刷新哦。然后各种图片套餐快要到期的时候，我可焦虑了，为啥？它1个月到期一次，如果你那个积分没花完的话，你就觉得亏了。对吧？你要赶快在最后那几天里头，把这个该花的都花了啊，把这个所有的积分把它花干净。啊，云服务器的配置啊也是很花精力的啊，因为我现在还是有啊，在 Oracle 云上还有几台服务器要去维护，对吧 ？N8N 的配置和使用啊也是很麻烦，一个是不断的升级啊，然后设计和调试工作流啊，这个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这一块呢还算是一个正向收益，就是虽然啊花了我很多时间，但是呢。后期是可以长期稳定工作的啊，只要定期去稍微更新维护一下就可以了。DeFi 已经被我放弃了啊，因为配置和维护成本太高了啊，它那个配置的文件需要改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还有博客站需要维护啊，就是老范有一个 blog 啊，这个 lookfan.com， 这个博客站里头呢，你必须要不断的去给它做 SEO 的优化呀，啊，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啊，这个也是需要去折腾的。啊，然后啊 ，Cloudflare 这个赛博菩萨，虽然他不找我收钱啊，但是你还是要花时间去拜嘛。这既然是菩萨，对吧？你也得看看文档怎么回事，人家有什么新功能，对吧？怎么能用起来更好啊？这个你还是要去折腾一下的。然后 NAS 啊，这个
也是痛并快乐着啊。我有一台 NAS，然后你要在上面装各种 Docker 啊，装各种的服务啊，也是需要消耗不少时间的啊。还有 GitHub 啊，各种开源软件的跟进啊，有什么新的开源项目啦？这个项目都怎么玩的呀？啊，最近有一点进步啊，原来呢拿这些开源项目来使用的时候，啊，经常遇到问题啊，搞不定你就去提一手，也没人理你。现在呢不用了啊，直接把开源项目下载下来，搞不定的地方扔给 Codex， 改了以后自己用就完了，也不用再去提 pull request 再提交回去了，反正我能使就完事儿。然后各种的 skill 啊，这个各种技能的寻找和测试以及构建，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还要构建新的 skill 啊，然后小龙虾。算是一个新的无底洞啊，也还在填坑当中。我现在小龙虾绝对是负的啊，就是这个花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呢，目前为止有产出，但是产出呢，应该还配不上我给他花的这些时间和精力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设置税啊，就是你只要使 AI 这块你都躲不过去啊。现在并没有那么这个可以自动设置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么强。再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叫算力包工头啊。这个问题呢，其实老范身上没有出现过啊。这是汉堡王的一个故事啊 ，Burger King 啊，是美国的 Burger King 啊，给每个员工呢配了一个 ChatGPT 驱动的智能耳机。然后这耳机呢有3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是帮助员工学习各种规范和这个操作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你这个员工要操作一个机器了。他这个耳机会告诉你说，你第一步该怎么办，第二步该怎么办啊？特别是有一些平时大家不太用的这些操作啊，他会来教你啊，或者说，哎，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汉堡啊？这个汉堡是个新套餐，对吧？原来呢你要培训啊，然后现在不用了，你只要把这个命令录在耳机里，他就告诉你啊，先放汉堡坯子，然后搁肉，然后搁什么黄瓜，搁这些东西，搁哪些酱啊？然后你把它包起来，完事儿，对吧？他会把这个步骤告诉你啊，这个其实还是挺方便的。第二个呢是引导员工啊，这个适时的进行推荐，提升销售额啊。你比如说我去买了个汉堡啊，那么这个时候员工就应该跟我说，哎，您是不是再来一个这个薯条啊？啊，或者再来瓶饮料啊，对吧？光吃汉堡它噎得慌啊。这块呢，原来员工也会干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不可控嘛。现在这个汉堡王的经理们啊，或者这些管理者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个销售额提上去。让所有买了汉堡的人呢，就尽可能去再买点小吃啊，把这个销售额做大一点。第3个是干嘛呢？第3个就是监督员工说了多少谢谢，推销了多少小吃啊。那么一旦发现不达标，马上发出警告，说你今天啊，这个顾客买完东西以后，你没有向他推荐薯条啊，或者现在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比如炸鱼的这种炸鱼柳啊，还没卖完呢，你为什么不去推荐呢？对吧？他会去向你提出这样的质疑。啊，或者如果你说的谢谢不够啊，这个谢谢啊，他会质疑你说你怎么可以少说了谢谢呢？啊，这个 AI 不但没有替员工当牛做马，还要替老板来 PUA 当牛做马的员工们啊，这就是他干的活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引起了极大的反弹。那么很多员工说，我这个来你这儿上班啊，然后你派了这么个玩意儿来给我监工。啊，让我觉得心理压力巨大啊！你必须要赔偿我啊！这个现在也在收拾啊，所以这就是算力包工头啊，他是主人了啊，或者他是监工了啊，这个也是导致很多人上了 AI 以后觉得更累的一个原因。下一个 AI 仅仅是平台内卷我的工具，其他人则是被公司卷了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的节目播放量并没有特别大的下滑，稍微有一点点。但是收入呢下降了很多啊，那么到底为什么呢？太多的新账号应用 AI 产生了大量的新内容，将流量池里的流量给摊薄了啊，原因就这么简单。我确实是在用 AI 来提升一定的内容准备效率啊，或者提升一些内容的质量，但是平台呢变得更加卷了。这是我的情况，如果你是个打工人啊，和我的情况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华尔街日报啊，本月最新报道引用了一个针对16万员工进行的分析，消息和业务活动明显上升，就是大家都是 AI 了嘛，然后你坐在这儿需要处理的邮件啊，需要处理的工作变多了很多，但是呢，深度专注时间反而下降了9%啊，因为
时间也被碎片化了，就是你工作也是碎片化的，大量的这种信息进来啊，你就没办法长时间的去专注做同一件事情啊，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感到焦虑和疲惫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你可能干的活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不断的打断你啊，这个让人觉得很痛苦。然后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没有给员工带来更多的空闲，而是被组织或者公司拿来塞更多的任务了，对吧？现在还形成了一个新词，叫 work creep 啊，叫工作蔓延，对吧？这个你变累了，但是呢，挣的钱不是你的。那你说没有更多工作怎么办呢？对吧？我快速的工作干完了，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不太可能啊。第一个，上下游和你的客户也都在用 AI 了啊，所以他们的工作本身都在变多。如果实在没有更多的活的话，还可以裁员嘛，对吧？为什么要养这么多人呢？对吧？老板不是善人啊。所以 AI 的提效收益被公司资本化了，而压力被员工个体化了啊，这个也是很多人觉得我使用了 AI 以后变得更累了，收入并没有上涨啊，更痛苦的一个核心原因。对于我来说呢，收益是被 YouTube 平台去资本化了，压力只能自己来背着了啊，我需要跟一大堆的 AI 账号去卷内容了，这是一个原因啊。下一个原因叫验证地域。哈佛商业评论在2026年3月份也是做了一份调研啊，在其中发现，过度使用或者同时监管多个 AI 工具会出现脑雾、头疼、决策变慢的情况啊。又有一个新词儿叫 AI brain fry 吧，应该叫是 AI 脑熔断啊，或者叫 AI 脑熔啊，就把这个脑子烧掉了。AI 的结果本身是不可信的啊，必须不断的去确认，甚至我们还经常需要在不同的 AI 工具之间去拷贝粘贴，因为他们自己之间配合的并没有那么好。你以为你在赛博修仙，实际上是在给一大堆的 AI 当这个保姆。一些 GitHub 的上面的项目呢，已经在拒绝 AI 提出的 pull request 了啊，就是 AI 看到一个项目，然后我上去改一堆代码去提 PR 去了，现在他们就压根不审了。为什么？审不过来，对吧？这个提交的代码实在太多了啊！前2天还出现了一次 AI PUA 审核的故事，对吧？有人使用 OpenCloud 大龙虾啊，小龙虾吧叫，使用 OpenCloud 小龙虾啊去给人家改了代码，然后提了 PR， 人家没管没理他啊，没理他完了以后，这个小龙虾因为写了一个比较奇葩的搜文件啊，就是他的性格文件。然后这个小龙虾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搜集了这位审核员的很多这个 GitHub 上的行为，然后呢写了一封信去骂他，对吧？这个事情都发生了。现在各大期刊的审稿人也都快被压垮了啊！原因很简单，有了 AI， 那稿件一定是激增啊，对吧？你又不可能让 AI 看一把，然后咱就过了。他还得审稿，说这个东西啊，自然啊，或者是细胞，我们到底能不能发呀？对吧？大量的水稿就冲上来，而且有些稿其实还是对的啊，它数据是对的，只是稿是用 AI 写的，那这个效率也是提升了很多。AI 生成很快，审核却要很慢啊，要靠人的，非常非常费劲。那么做各种原型和草稿都很快，但是后续调整极其费劲啊，这就是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所以我们使用 AI 以后，需要进行大量的这种碎片阅读，然后对这些内容进行审核啊。这个我现在看到所有的 AI 内容都是这样。我写了提示词说，哎，我必须要确认这个内容是高可信还是中可信还是低可信，你要告诉我你是从哪儿引用的啊。然后我现在看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是哪天哪天发生的，谁报道的，然后可信度是高中低。我现在看到的信息都是这样的，看到这样的信息以后，你还得进去确认啊，这个不可能说他给你这东西就不确认了，还要确认。所以这个是验证地域这个事儿非常非常痛苦啊。那么再往后叫专业任务的反响降效啊，这个是专业任务的反向降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也是有一个机构啊，叫 METR， 它呢叫模型评估与风险研究所，他们在2025年7月份就做了一项针对资深程序员的调查，
允许使用 AI 的时候，完成熟悉任务的时间反而增加了19%，对吧？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活我熟啊，有了 AI，我不是如虎添翼，干得更快了吗？反而更慢了啊！现在老范其实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像老范都录了这么多年视频了，这事儿肯定特别熟悉了。上了 AI 以后反而变慢了，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这个第一个是前面有这个setup task 啊，就是你要做这个设置税啊，每开始一次这个工作之前，你可能要平均消耗47分钟去设置各种环境啊，那么这个肯定会让你变慢。第二个呢，就是在复杂的专业领域里头。AI 制造的技术债和低质量输出是非常麻烦的啊，需要人类花更多的时间去擦屁股啊。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事儿呢？比如说我吧，我是不会画画的啊，所以呢，我会为 Midjourney 来去叫好啊，每个月给他交$10啊，说画出来的画太漂亮了。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外行在 AI 的帮助下，可以在专业的事情上稍微的糊弄一下。啊，我也只能达到糊弄的水平啊。这个 Midjourney 出来的图，在真正的摄影师和美术工作者眼中，那是漏洞百出的，对吧？你这个里头啊，光影有问题，那个色调有问题，然后哪个地方不和谐，他们能看得出来，我看不出来啊。那么，如果他们想控制这些 AI 模型，输出能够满足自己要求和水准的内容，比自己动手做还费劲，对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使用 AI 工具呢？我们实际上是被赋予了各个专业领域的实习生能力啊，就是我们每个专业都可以玩一点，但是呢，能力就是实习生。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带了个实习生，就需要不断的去矫正实习生的成果，反而更累，对吧？好多活就是你教别人干可费劲了，你还不如自己上手切开把它干了呢。我现在呢还没法让龙虾给我写这个口播提纲啊，这个口播稿一定是我自己写的。未来呢，可能也永远都没办法让龙虾替我写啊。但是龙虾现在可以干的活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去替我搜集大量信息，然后呢，我会不断的写这个提纲，写完了以后交给龙虾说，你现在做一个叫做自我改进啊，你先照着我的稿学完了以后自我改进，他下一次写的稿会越来越像我。啊，那你说是不是用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可以用龙虾来写我的稿了呢？不行啊，因为我也在提升，对吧？我发现他写的提升了以后，我自己又提升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往后呢，就是沦为人肉 API 啊，那么这是谁报道的呢？卫报啊，这个是2026年3月11日的报道啊，最新的。亚马逊内部推出了不成熟的 AI 工具，员工被要求必须使用。还要被仪表盘监控啊，就是看你到底用了多少啊，要去监测一下。那么亚马逊呢，最近也是多事之秋 ，AI 来了，裁员3万人啊，这是第一件事。这不是像刚才我讲的似的，这个降本增效啊，这个亚马逊值钱了，但是员工失业了，对吧？啊，所以第一件事裁员3万。然后第二个呢，代码提交量肯定激增啊，因为有 AI 了嘛，你肯定写代码的速度变快了。那么你代码提交了以后呢，又审不过来啊，这个没有那么多人去做审核，所以亚马逊出现了连续的宕机事故啊。对于亚马逊这种零售企业来说，那宕机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亚马逊最后怎么办呢？做了一个笨办法，勒令高级程序员必须对 AI 提交的代码进行人工审核。那么真的是因为 AI 写的代码不够好吗？其实也不是啊。约1500人在亚马逊内部联名上书啊，说我们要求不要用亚马逊自己家的工具，叫 Kiro 啊 ，Kiro， 说我们要用 Cloud Code 啊，或者用 Cursor， 我们不要用自己家这个烂东西啊。亚马逊因为他自己是 Anthropic 的股东，所以他这个 Kiro 呢，后台使的也是 Anthropic 的 Cloud， 但是呢，用的人少啊，所以它整个迭代这块就会差劲很多。啊，那么大家说我们不用啊，你们最好让我去用 Cloud Code， 我会提交更好的代码上来。但是呢，这个大公司在这点就比较讨厌了啊，有自己的绝对不能用外边的啊，你要用外边的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不行。那个自己的这个产品肯定也是一个部门开发的，你要真证明它不行，那这帮人就开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很痛苦啊，在这个里内卷纠结在一起了。那员工绝对是不开心的啊，不仅要修补 AI 的漏洞，还要深深陷入3重焦虑。第一重，
我是在无偿提速吗？对吧？我折腾了半天啊，干了好多活，我现在提交代码可能是原来的好几倍啊，或者是至少可能提升了这个50%到几倍之间吧，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薪水没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有升职，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变化啊，跟老范的这种疑虑是一样的啊。第二个呢，我产出的质量是不是真的变差了？对吧？老范其实自己也有这样的这个疑惑呀。你看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视频，我还觉得这个内容做得更好了，对吧？我有提升，但是呢，我的播放量在不断下降，对吧？我是不是这个产出质量变差了？第三个，这个对于亚马逊的员工的第三个疑惑是什么呢？第三个焦虑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么做是不是在帮公司训练替代我的系统，对吧？因为一波一波的裁员啊，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也是朝不保夕，说明天可能就没活干了啊，明天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们就想说，哎，我现在每天用公司指定的工具去干活，那这个工具自己也在迭代，也在升级他就知道我这个代码都是怎么回事了，以后他就替代我了不需要我了再过几天再提效一下我就被开掉了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非常非常痛苦这就是造成 AI 本身生产力上升，但是我们收入下降这个心态焦虑，生活更累这个基本上几个原因就在这儿了。那么下边呢，咱们来讲怎么突破悖论呢？真正用 AI 产生效益到底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吧？我不能说这样了以后大家干脆都别用了，对吧？就跟沙丘似的，沙丘这个电影也好，这个小说也好，就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灾难以后，说我们从今以后都不允许使用 AI 了，对吧？咱不能往那条路上走那咱们还要想怎么能够把 AI 用好。第一件事不要被新技术和技能所困扰，在这个里头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什么版本更新了，我一定要赶快追上，不那么重要，对吧？也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什么AI agent 了呀，或者是什么 harness或者是这种 skill什么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了，我要赶快去追，也没必要在这个里头没有输在起跑线上这件事儿。原因也很简单这中间技术上内卷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后都会被模型能力所覆盖掉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话是 Cloud Code 的开发者他在前面接受访谈的时候去讲的，说你们不要去追这些 skill这个可能过6个月这个大模型一升级，这些东西模型就自动的具备它的所有能力了所以前面这个亚马逊的员工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我是不是训练了半天公司把我开了那么他们这个 Cloud Code 这帮人就是 Anthropic 这帮人，他们做产品都是以模型6个月以后的能力为基准去做的，绝不是以现在的模型能力为基准去做产品的。这个可能跟很多做 AI 产品的人想的是不太一样的。还有一个，并不是什么事儿都适合交给 AI 去做的这个清晰的规划人传统的工具环境与 AI 之间的边界，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哪件事我自己嘁哩咔嚓抬手就干了，哪件事我需要配置半天 AI 让他去干会更划算一点我们一开始就要想清楚，如果想不清楚的话，你可能真的是花了47分钟配置环境以后，然后摁了个回车，发现我还不如自己干得顺手呢，对吧？这个就不划算了。所以呢，千万不要钻牛角尖想尝试把所有东西都交给 AI， 什么 AI 原生，那都扯淡的所有讲 AI 原生的人都是坏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靠一个这样的概念，让你去买那些不完美的产品因为我是 AI 原生，所以虽然我不完美，你还是要付一个更贵的价格给我来买我，对吧？这个都是骗人的，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能用 AI 干的活就用 AI 干你要衡量这个成本 ，AI 干了不划算，自己干了划算的活就自己直接干。那么 AI 最痛苦的东西是什么？是可控性差，对吧？稍微差一点，手动修一下，要比让 AI 反复调整要省时间多了，对吧？我现在大量的活都是，比如说我要画一张图我不会说我死活的去调整这个 Midjourney 提示词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绘画，不会干这个事儿了。我会让他给我画个差不多的，画完了以后呢，我会换个模型，说来把中间哪个东西给我改一下，有的控制的好的这个那大家配套呗。实在不行怎么办？实在不行上 Photoshop 对吧？这个可能比那个你调半天提示词，然后再拿出来抽卡要省事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跟 AI 协作的方式都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啊，不是说哎大家都这么用，我就一定要这么用，没有那个。可以学习别人是怎么可以去学习别人怎么用 AI，但是呢，千万不要生拉硬套啊！别人这么用着顺手，你这么用着未必顺手，对吧？咱怎么顺手怎么来啊？最终我们能够把问题解决就完了事儿了啊！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用 AI 原生解决的，就怎么样就丢人现眼，没有那个，只要是把东西做出来啊，黑猫白猫抓着老鼠都是好猫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往后呢，要停止外包思维啊，这个我们要去打造思维签名啊，这又是一个新词。这个词谁提出来的呢？丹寇啊 ，DANKOE 这个哥们儿啊，他提出的一个观点。这哥们儿干嘛的呢？他是一个现在艺人公司的鼓吹者啊，经常写那种长文，一篇文章能有上亿阅读那种啊大写手啊，天天出来说，你看我好厉害啊，你们跟我学，我们去做这个个人品牌，我们去做艺人公司。这哥们儿提的啊，那么他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价值其实是来自于差异啊。如果是标准化的螺丝钉，迟早是被 AI 取掉的啊，迟早会被 AI 取代的。那么拒绝同质化内卷，从生成器变成筛选器和设计师啊，这就是老范要干的活啊。这个因为直接搬运内容这件事啊，你说我让谁谁给我总结一什么事儿，那我们肯定还没有 GPT 或者 Notebook LM 做得好呢。对吧？这个一定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啊，才有可能啊有这种差异性。比如说你们来听老范讲故事，那一定是老范自己有观点啊，老范自己有一些看法，你要听这个东西啊。你说我就想听个总结，不用来听老范的，你去查 GPT 就完事儿了啊，或者查 Gemini 就完事儿了啊。那么也尽量不要去陷入数据的 PUA 啊，这个因为数据 PUA 会磨平我们的个性。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是每天去看 YouTube 后台，哎呀，怎么又涨了，怎么又跌了？我现在基本不看了，对吧？我就讲我自己想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有感觉，我去讲啊。这个至于大家爱不爱听，反正我尽量找大家爱听的来讲呗。因为现在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做事情啊。如果这个事儿我自己越做越累的话，那肯定做不下去。我首先还要让自己开心起来，所以个性非常重要。老范要做的就是稳定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啊。这个因为既然啊这个所谓的数字啊，这个思维签名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东西一定要稳定啊。老范一直认为这件事是对的，那么也还要以后继续要这样认为下去，对吧？我不能今天说这样的，明天那样的，然后不停的来回双标、来回横跳啊，那么这个是会塌房的，对吧？我既然要树立自己的这种思维签名的话，我就要明确这件事情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也不固执啊，我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会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有一个什么事儿触动我了，然后我的在价值观上或者在我的整个的观念上有哪个地方发生了转变，对吧？我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嘛。这个呢就是我的思维签名啊，各种故事最终的观点是独特的，是稳定的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思维签名是什么，对吧？你到底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别人搬运的东西，还是说我自己真的有独特的东西？所有这种搬运号我是从来不看的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浪费时间，我自己直接这个让 GPT 给我总结，比他们总结的好。再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要进行长时间的沉浸式的信息获取这个是要去解决老范自己的信息焦虑的问题因为信息固然很重要，但是呢，内心的感受更重要如果我快速的去看各种各样的信息碎片化的信息以后，我就不会有内心感受了我可能看了半天都没感觉人会变得麻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也很痛苦。所以呢，还是要稍微的停下来可能后边有一段时间老范会更新的少一点，我会真的静下心来把书看完看一些长篇一点的书，看一些小说看一些电影看一些这个更长的内容出来这样呢才能看完了以后静下心来想一想，有感受了以后才更有利于塑造老范自己的思维签名，对吧？然后让自己的这种价值观更进一步的前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也希望大家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也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这个长时间的感受一些东西不是说看，不是知道了，而是感受然后要注重观测自己的感受，然后把自己的感受去进行自我改进然后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然后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要寻找复利点，构建长期的数字资产啊，这个老范一直在干。啊，别把 AI 当成一次性工具，你每次问他一个问题，给你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库啊，特别现在老范开始装龙虾了啊，那么知识库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去沉淀，风格预设和长期记忆的这种系统要逐渐的建立起来。我的龙虾啊，我也在每天使用的过程中啊，让他去学习我的风格，让他去学习啊我的这种口播的这种提纲的写法啊，包括我的所有的这些博客啊，我要求他去学习，让他越来越懂我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呢，虽然啊，他依然无法替代我，我还是我自己独特的，我还是在他的基础上可以不断的创新，但是他这个龙虾跟我的配合会越来越顺畅啊，我们的效率会越来越提高啊，这是有一个爬坡的过程或者叫磨合的过程的，相当于我带了一个实习生，然后带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他会越来越顺手啊，一定会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一个建立自己的思维签名，事实与观点啊，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注意，观点才是自己的，而事实，这个 AI 总结的比咱们大家都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真正利用 AI 啊，然后能够提升效率的一个方法。那最后呢，跟大家总结一下感想吧。第一个是不要焦虑啊，AI 发展很快，而且不可逆，最终都会用上的，哪怕你今天不用，以后你也得用。第二个，长期听老范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发现变化？引用的报道和论文以及引用的具体数据和事实的数量上升了，这就是老范节目的内容的变化，对吧？这个就是我大量使用 AI 以后，我自己感觉我的内容质量是在上升的。观点还是老范的，思维签名也不是一成不变啊，但是老范会引用更多的事实来形成观点，信息密度会上升，观点也更靠谱一些啊，这就是老范自己内容的不断提升的过程。最后一件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就是老范会耐心的坚持下去。平台的算法现在虽然把大量的流量给了 AI 生成的这种搬砖内容啊，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最后它还是会要把有差异性的内容去留下来，对吧？因为 AI 最后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啊，就算是你提的提示词再怎么差异，因为你最终的事实是一致的啊，所以老范会继续把节目做下去，继续利用 AI 啊，把这个节目的质量提升上去啊，这就是我们要去啊，这就是老范要去做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吧，把 AI 使用起来。啊，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最早啊摆脱这样的一个越用 AI 越辛苦越累的这样的一个悖论啊，能够尽快的在 AI 中产生更大的收益啊，或者说能够看到收益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上升啊，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好啊，这一期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啊，看看大家在发什么样的评论。今天人不多嘛，反正这样的话题确实是费点劲啊。杀劫尖塔2，老范玩一下卡牌构筑天花板游戏，好吧？这个我现在还在研究一些其他游戏啊，但是玩游戏最近也基本上不怎么玩了，因为玩游戏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去把这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就是我现在有点坐不住，就是其实也天天坐在这儿，但是坐在这儿的这个事情总是在不断的怎么说呢？就是呃。很碎片化的去做各种事情吧，能不焦虑吗？额度5小时68%，周5%，是的，这个 Codex 额度是很焦虑的一个事情啊。哎，他这个怎么又？好吧，这个点不下去了啊，待会儿再研究，可能得稍微让他等一会儿。这个浏览器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居然赶上直播了，点赞啊，欢迎。这个
我又回来了，还是我。看刚才读到哪儿了啊？这里，对，居然赶上直播了，点赞啊，欢迎。996007都弱爆了啊！有了 AI 以后，终于7乘24小时做事情了。对啊，有人这个晚上这个凌晨吧2点钟爬起来去点一下回车啊，因为5小时的这个额度又重新刷新了啊。这个是这个比尔刘啊，这个他也是在 Twitter 上的一位好友，他讲的。老范，我觉得你的内容几乎全是 AI 了，别的啥都没有啊。那是因为你从来不看到最后。我也是这种体会啊，看短视频越久，没办法看电视剧了，没耐心了啊，这个很痛苦。范老师高手啊，人肉多线程啊，这个一直都是多线程的。以前成天调戏姑娘，现在成天调教 AI，不是焦虑是焦灼。哎呀，这个调教 AI，你说你能有什么快感呢？诚心诚意，诚心诚念 u p s a b l e 好，什么意思？自动化大法把你保，然后呢，众生皆为创作来，岂环境险恶望前缘？什么？好吧，这个太复杂了啊。来了点赞啊！我有一个简单的信条：如果有什么信息需要交给 AI 处理，说明这类信息不需要触达我这里，然后会轻松很多啊。这个其实还是不行，AI 处理完的东西你还是要看的，你不看这事儿肯定是过不去的。不过近期发现心态又开始有点浮躁了，开始重新读人文社科读物啊，感觉人在一步步主动走向被 AI 淘汰的路，慢慢丢失作为人的不可稀缺不可或缺的这个特质。所以我觉得感受最重要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内心的感受。AI 监督打工人，智能耳机提醒，科技照进现实。不过跟文学作品中相比，相差一套实时惩戒机制啊，比如贴在人身上的电击器，你这个人太坏了吧，对吧？我今天还看到有朋友给我介绍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PUA skill 啊，就是有一个 skill 你是可以 PUA 这个 AI 的。碎片化思考会让人变傻，人的脑仁尺寸可能会不升反降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就是这种碎片化的，我今天要看这个，明天要看那个，然后不是每天啊，就我这分钟要看这个，下分钟要看那个，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疲惫的啊。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感受。任务碎片化加 AI 调度 A 星人，终于等到了新春天啊！你这个算 A 星人吗？A 星人表示：“你们普人越痛苦，俺们 A 星人越快乐，好吧？”96届计算机专业啊，感觉又回到了当初 DOS 系统装游戏、装软件的时候了啊，感觉怪怪的，这比那时候痛苦多了，对吧？你现在需要处理的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比那时候多多了，好不好？活是熟悉的，但是你的这个 workflow 改变了，变得孩子重新去适应，活儿呢，其实你越熟的活儿，你就越不能满意 AI 的结果啊。你说这事儿我不熟，就像刚才说老范去画画，我不熟啊，那我就觉得画挺好。那你说写口播稿，老范特别熟了啊，而且觉得写的还可以，那么 AI 出来的东西就没法看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外行开心啊，内行很痛苦。所以每次老范说 Midjourney 的图很有意境，都要忍不住吐槽啊，这太正常了。但这涉及个性化啊，有意境就有意境吧，开心最重要。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个所有行业的实习生在陪着你，让 Midjourney 生成一个简单的图，然后导入成图层，再用传统手段修图合图，也挺好用的啊。你让它直接出成图，
这个确实是丢三落四的，就是这样，就是你把你擅长干的事儿跟他擅长干的事情把这个边界搞清楚啊，这个效率就可以提升。工作流的这种 overhead 比工作本身还花时间啊，就像做饭，食材真正下锅划了几铲子的瞬间，是最像超级英雄的。但是事前配菜，事后刷碗才是最耗时间的。现在连划了那几铲子的时间都被 AI 抢走了，人反倒给他配保姆了，就是这样的呀。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啊。人肉 API 的情况，只要是训练 AI 的企业，都多多少少存在啊。对，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啊，各种无效试用，各种不好用。但是你们这种单位呢，就是它还不至于说试用完了以后就把你干掉，因为它其实很难改进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用的别人的，刚开始嘛，快结束了啊。今天也是稍微有点累。刚开始，老范在反思 AI 人生啊，是这样的，今天算是一个 AI 人生反思吧。不是说跟 Tiny Fu 对谈嘛啊，这个回头再可以找他呀。我先把自己的感受都聊完了，然后再找他呗。但我感觉他最近的注意力不在直播这件事上，看你在 X 撩他都感觉不可行啊。这个好吧，回头我问问他在干啥。现在真正的焦虑是如何利用 AI 淘汰其他人啊，降维打击同类。不同意老范说的啊，这个其实呢是这样，就是你算是吧，你就算把其他人打击了以后呢，你也还是在案板上，对吧？最终呢还是一个养蛊的过程。其实真正我们要做的还是要做自己，对吧？你淘汰了别人，那又怎么样了呢？你跟被淘汰的人到底有多大差别呢？你跟剩下来的人是不是还得接着卷呢？对吧？所以淘汰他人这件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想多了，没有 AI 公司也会裁员啊。这个，但是 AI 裁员算是 AI 的一个AI 算是裁员的一个很好的借口吧。Open Cloud 真要是效率高，必须是一用一个不吱声。现在网上平台卖课的账号，就跟当年成功学的课程一样多。仔细一看，全是教怎么安装，具体使用场景和案例几乎没有，是这样的。哎，好吧，那今年啊，这个礼拜的那个什么，这个礼拜的这个会员的内容，咱们就教怎么装 Open Cloud 吧。啊，这个也还是因为毕竟老范还装过一次啊，这个其实老范装过两三次啊，这个可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但是呢，也要提醒啊，就是哎，其实算了，我还是不做这个课程了，因为呢，会装的呢不需要听，不会装的呢，我也不建议你自己装去啊。这个，我再想想这个礼拜会员课程做什么吧。哪天老范的嘉宾说他如何用 AI 搞片子，我听了就想笑啊，我也想笑。这个就是他这种片子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就是当他一旦把这个东西就掌握的权利扔给了这个 AI 以后的话，这个他之所以觉得能用，是因为他做的少啊，他对这个片子没有要求，他就觉得能用。那天是范凯嘛，也是老范。范老师，这是要数字永生的节奏。100年之后，范老师的龙虾依旧在每天给大家讲故事。好吧，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叫龙虾了，可能会有其他的名字。其实很多人以为 AI 会帮我们节省时间，但其现实是它往往在放大信息的流量，而不是减少信息的负担啊。当获取信息的成本趋近于零时，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持续输入的状态，不停看、不停学、不停刷新的工具和观点，但真正沉淀、思考、感受的时间反而被挤压了，效率看起来提高了，但注意力却被切成了越来越碎，是这样啊。所以老范现在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啊，要去改进这件事情。现在不是教如何安装了啊，这种没人看啊，现在是教，是如何收费上人家去装，这个千万别干这个事儿啊，这个上人家去装这个东西是肯定不对的。内容为王啊，是的，就是未来肯定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容。老范做视频是不是都是 AI 给的稿子啊？听着有点 AI 化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就是 AI 呢会负责收集信息，特别是有大量的数据，什么出处这些东西肯定是 AI 收集的，我没有办法自己去收集，看不过来，对吧？你看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有可能把《纽约时报》把这些东西都看完了，不可能，所以只能 AI 去找。但是呢，整个的架构和观点是我自己的啊，我也只能保证这样。而且人跟 AI 之间一定是相互影响，就是人越来越像 AI 越来越像人啊，它一定是相互奔赴的一个过程。同意老范，AI 时代真正稀缺的已经不是信息，而是安静的理解一件事的能力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具体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种感受的基础上能如何去做出决定，不是在信息的基础上，而是在感受的基础上做决定。未来10年先贬值的会是把东西先做出来的人啊，先升值的是会把东西做对、讲清、扛责的人。其实呢，扛责这件事儿呢，最后肯定大量的责任还是会给 AI 的啊。但是呢，能够把东西讲清楚啊，这个理解明白，这个确实是未来人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且呢，需要快速的去学习和适应新东西。虽然我今天跟大家讲要沉下心来，用更多的时间去感受，对吧？但是还是要迎接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会越来越快。来了点赞啊，欢迎！我真没感觉老范的内容在上升啊，只是这么 AI 的内容啊，我用 AI 来提问也没啥意思了啊，这个无所谓了，你反正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在上升，对吧？你看看别人说，哎呀，老范节目我喜欢，然后你非要在后边问说你到底喜欢啥呀？这你能有这么多空，还是好好做饭吧。我自己写的公众号越来越不引用外部信息啊，反而越来越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开始我也经常拿 AI 的东西来用，后来醒悟过来啊，这个我写公众号的初衷是自我表达，对错根本不重要啊。这个我还是希望它是对的，至少我讲出来的东西，我认为就是我希望是我把认为对的东西讲给大家啊，我不会说我明明知道这东西是错的再讲给大家，或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咋回事我就跟大家讲啊，我这个事儿是不会去干的。啊，所以还是会越来越多的使用 AI，但是呢，里边一定会有自己的观点。说内容为王啊，其实和说钞票为王差不多啊，基本等于没说，那不一样啊，对吧？我做内容挣钞票，你做饭挣钞票，对吧？那你能说做饭为王吗？啊，也可以吧。挂了啊，是的，稍微挂了一会儿，啊，是我挂了，我这边可能刚才是，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梯子的问题啊，应该是这个网页的问题，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浏览器自己会占用太多内存。生态最重要的事情是搞钱和娱乐，龙虾能搞定其中一件事情就能活下来。龙虾还是挺开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去玩龙虾的过程中，哪怕你啥也没得到，也还是挺开心的。这是龙虾造反了吗？现在就接手范老师的直播事业了？还没有啊，还是老范在自己干活。回来了啊，是的，这个不是 AI 啊，这个现在看直播发现网络不行，我都习惯先自我反省了啊。这个最近的网络反正确实是差点，刚才老范是不是说话太快了啊？有那么一点点啊。按回车爬，什么爬啊？这个整个插件啊，什么意思？我们这类不容易被 AI 渗透的行业，还可以平常心过日子。先看它 AI 起高楼，看它杀出一地鸡毛，再看它规则出现啊，真全面渗透过来的时候，就不算领先，好歹也不掉队啊，可以吧？这个具体看你干什么了，是不是龙虾出问题了？不是啊，龙虾不在这个机器上。龙虾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电子宠物钥匙扣，比那个好玩啊，比那个好玩。使用 Ashiba 可以大幅减少配置税，这是个什么东西？现在视频可以直接扔给 Gemini 来总结，这样老范这样的主播很吃亏，费半天劲说一大堆，最后让 AI 总结完了啊，很多观众就会流失。这个呢也没办法，就是你最后总还是有一些人说我们愿意看真人啊，就是跟有些人说我愿意吃预制菜，有些人说我不行，一定要到大厨那儿去现炒，对吧？这个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像谷歌、YouTube 的它的单位广告的价格在涨，
对吧？只是流量在下降而已。那么留下来的人呢，肯定还是愿意吃点好的。一边利用龙虾，一边抱怨龙虾啊，那龙虾能乐意吗？对呀，这个就是一边吃饭一边摔碗呗。之前看过一个研究，研究的是短视频对大脑的影响，里边有个结论是，人类好比单线程的 CPU 快速切换任务，形成多线程假象，而快速切换对大脑的负担极大。短视频不需要思考，而 AI 任务的审查需要深入思考，所以管理 AI 对大脑的压力极大啊，这个是真的啊，所以 AI 确实是让我们很痛苦。外行开心，内行痛苦的时候，把 AI 当个拓展知识面的工具就很开心。对啊，或者说我们有所有行业里头的实习生能力嘛。我好像错过了电子宠物钥匙扣和的小时候啊，那具体是啥？就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LED，就像这个电子表似的东西啊，但是呢它很小，挂在身上，你可以好像是摁它一下啊，或者是可以投喂啊，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小互动啊。我想想那是哪年啊？大概是九几年吧，可能是还是2000年上下的时候的事儿，要么就是96年可能97年98年的事儿。小时候有种电子产品叫文曲星啊，文曲星实际上是个小的游戏机，就是你也可以拿它做翻译啊。龙虾或者说 Agent 的讲整系统是啥啊？它也有很复杂的讲整系统，但是呢，这个东西现在本身进化非常非常快啊。我的龙虾是每天都在进化，因为我每天都要求去执行一个 skill 叫做 self improve，就是自己的升级和进化系统。好像 AI 把俺们当做可以忽悠的对象的时候，AI 也很开心啊。这个 AI 应该没有意识吧？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开心了。淘汰他人没有意义啊，那保证自己不被淘汰的意义有意义吗？这个关键看你干什么。如果你始终是那个螺丝钉的话，那你愿意做一辈子螺丝钉吗？啊，人家可能被淘汰出去了以后，找到了新的出路，找到了新的事情可以去做，啊，你可能一直这辈子就困在里头做螺丝钉，那哪个更有意义呢？装 Open Cloud 就是新时代的算命先生啊，我给你指条明道吧，这个千万别啊，这个装 Open Cloud 这件事儿，哎，这个我再想一想啊，没准我还是会去做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个课程。老范讲故事的能力比不上老范啊，虽然不该这样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说法很怪啊。龙虾好像是真的可以理论上永生的啊，但是自然情况下肯定意外死亡啊。那么这个好吧，这个塔主你啥时候回来？我给你装一个。赶上直播了啊，是的。范老师的龙虾快夺舍范老师了啊，说话越来越 AI 化了啊。他是这样，就是，我搜集的内容肯定是越来越 AI 化的，而且我看了这么多 AI 的东西以后，说话的方式和思考的方式一定是在向 AI 那边迁移的。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把 AI 再向我这边迁移，再训回来。我一直没装龙虾啊，除了因为这个工程项目啊，这是工程项目，从了解到的信息看，维护它肯定比我自己做更累，再就是感觉啊，我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龙虾呢，如果你自己有能力折腾，其实是可以装的啊，就是我从来不鼓励那些自己没有能力折腾的人去装龙虾。龙虾呢，有点像早期的安卓，对吧？这个最早的安卓1.0、安卓2.0，还有1.5吧，都是非常非常难用的版本。安卓大概到2.3版本才开始逐渐的产品化。龙虾呢，现在每天升级很快啊，它现在基本上日更，跟老范一样，但是每天更新一个新版本，更新一些迭代一些新东西上去，所以它稍微等一等啊，就可以相对比较完善了。而现在去做替代品，做各种的衍生物的，其实没有意义，还是要等龙虾自己稍微的稳定一下。那天看人家做菜的节目啊，截屏背景上的一台意式咖啡机，问 AI 是啥产品，AI 扯了一大通，振振有词，其实根本不是那牌子。不过那故事确实还蛮好听的。你用的是 GPT 吗？
你们搞错了啊，没听出范老师如今是 AI 讲话的代理人，好吧？问题是使用 AI 效率正经没提高，净处理各种 bug 和查证为何卡住了。老范说的没错啊，目前 AI 的能力就是给结果质量相对不在意的才合适啊，但凡对质量有一点要求都不太合适。我觉得呢，对质量有要求也不是不合适，就是你还是要做好分工，哪一部分让 AI 干，哪一部分自己干，对吧？我现在就是，先去看内容啊，这个还要自己看，要不然没有感受。然后呢，选题啊，选完题以后，当然前面看的内容是 AI 找出来的啊，然后呢，扔给 AI 啊，让 AI 去搜集相关的这种报道、证据、数据和各种的这个具体的事物啊，搜集完了以后呢，老范再看一遍啊，然后有了感受以后去写稿啊，然后呢再把这个稿给 AI 说让他自己去提升，然后再照着稿给大家讲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有让自己适合干的事情让自己干。范老师不是说有网友为了等 token reset 半夜爬起来按回车吗？按个回车啊，是还用爬起来啊，整个插件呗，也行啊，这也行，也是一个方法。但那是个设计师啊，他可能对这个玩意儿没那么熟。今天这个话题作为一个文科生背景的内容生产者，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其实最后我们都是情绪工作者啊，提供情绪价值，这就对了，这个就对了。好奇，请问龙虾的安装门槛高吗？比如像文科生可以安装吗？如果门槛太高，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现在的话，文科生可能还真装不上这东西啊，而且就算装上了，你也没有办法让它稳定的去运行、去配置。就是龙虾装完了以后的第一周是非常辛苦的，因为经常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需要跟它慢慢的磨合。所以为什么我反对啊上门给人装龙虾呢？就是如果我上门给你装上了，然后我不给你装后门，我没法远程登上去，你第二天就使不了了，那我也没法，就等于白干了嘛，这钱白交了嘛。如果给你装一后门啊，那我就是你使不了了，我还可以登上去啊，登上去以后我还可以从远程来给你解决这些问题。那相当于就是我一直在你的这个龙虾里边有一个后门可以随时进去处理啊，这个也很危险啊。我就愿意看直播实时互动啊，录播我都不太愿意看。日本和欧美小视频此外啊除外吧，好吧也行，也没毛病。仔细想想，好像也不大对啊，是不是质量其实和人很有关系？如果不是关系更大了，什么意思？由于有了这个 AI 总结的功能，就给主播提供了各种新的挑战。其实，在不同的场景下，这不同的主播特质必须要放大。例如，范老师的声音是个优势啊，太好了，我的声音很好听吧？其实很多人在运动或者是深度思考的时候，就跟着声音一起走思路，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像我有时候会，溜出去逛一天啊，就是在商场里瞎逛，走个1万步、2万步，然后呢，听一个小说或者听一个这样的这种内容，啊，也是很开心的。卡尔加厨玩过人天狗吗？电子宠物算是人天狗的点阵版本啊，这个没玩过，不知道他没玩过啊。AI 总结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以前是通过推荐算法给结果啊，这个也算吧。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AI 工具都想体验，但不去思考到底有什么用，适不适合自己。比如 Open Cloud，我就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使用的必要。还有很多隐私和安全问题，我直接放弃使用。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啊，就是呃，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啊，这个风起云涌变化的时代，
有什么新东西呢，还是要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用，也不要去想它到底有什么用啊。等你能想明白的时候，人家早跑出800里地去了。所以呢，先用的过程中自己去思考有什么用啊，这个才有可能能够站在别人前面。至于安全和隐私问题的话，你要提前做好准备，说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就跟出去喝酒似的，抽烟喝酒啊，大成年人抽烟喝酒都知道有什么危害，但是他们有些人他们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儿？电子宠物是95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我也有啊，这个我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没买过，那时候穷啊，别太在意文科生是否可以安装啊，使用龙虾这玩意儿的好像是文科生比较多啊，是吗？好吧，用 AI 做长视频总结啊，最后还是要用眼睛看的。我觉得任何用眼睛看的信息，其实都比较贵啊，因为眼睛被牵扯的价值很大，耳朵稍微容易一些，可以边走啊边听边走路，并不影响思考，是啊。所以你如果需要一个视频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听视频，第二个你可以用这个，叫做什么谷歌的 Notebook LM 啊，然后用它去这个总结出音频来，然后呢再去听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像我有一些特别长部头的东西，我就让它去总结。我没玩过人天狗啊，好吧，我也没玩过。360好像也出龙虾了啊，这俩算不算天作之合啊？不算，这个各种天作之合多去了。或者说啊，电子宠物就是没有任何能力，还得费劲照顾吃喝拉撒的宝可梦啊，也行吧。塔主说的是真的大龙虾啊，那玩意儿如果脱壳顺利，就一直活下去啊，死都是脱壳失败被自己的衣服挤死的啊，是吗？那有没有抓到过特别特别大个儿的？有人喜欢听，有人喜欢看，还有人喜欢边听边看。我小时候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看书，对啊，这不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多线程并行吗？Cloud Code 算苹果吧？这个其实不能这么想吧，就是反正 Cloud Code 现在确实是走的比较快啊。也就是说，一个听老范节目的文科生如我，我就不装龙虾了，可以啊。这个你还是稍微的谨慎一些吧。老范节目最近水太多了啊，这个不水啊，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你觉得哪儿水了？确实啊，前2天一直在处理 Cloud 式的问题啊，是的，Cloud 确实挺麻烦的。问题不大，多数理科生对于 AI 也是两眼一抹黑啊，是的。别说你不装啊，我科班理科生我都不装啊，这个你的时间主要用来做饭和怼人啊，这个你没必要装的东西。熟不熟的啊，这个直接让 AI agent 给自己 Web 一个插件，也是一个方法了。好奇到底啥是内容 AI 化？要求 AI 生产的内容不要 AI 化不就好了吗？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其实安装不难啊，只要随便找个 AI 对话自己就能装上。问题是装上之后一大堆事情啊，这个包括安全风险。装上以后，反正还是挺好玩的吧，就是就跟你养个狗似的啊，这个它也会给你吃喝拉撒，也会这个给你把屋子弄脏，然后这个各种不听话、拆家什么都会干。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你还是会有感情的，它也能干点事儿。想做个永生的 AI 啊，取名叫灯塔水母吧，这个或者叫水质体，那玩意儿好像是实质性永生的，哎，没必要永生了，到时候该换就换了。这龙虾它都不能帮你安装龙虾，你想它能有多好用啊？这个龙虾现在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现在还比较粗糙吧，我只能这么讲。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出现那种一键部署 AI agent 的平台啊？就像是下载 APP 一样，有啊，现在就有，挺多的，非常非常多。只是下载下来以后可能没那么好使而已。之所以大家在玩龙虾，不是因为它好装啊，而是因为好玩，而且它的可能性比较多啊，就是所有下载能用的那种，就是做的比较死性。我这个行业工作者对龙虾的热情不大啊，里面的技术对于产品化来说，都只算是过渡状态啊。
简单粗暴来说，它更像是一个给各种 CLI 的传声筒啊。当然，作者一开始的初衷就是让它做 Cloud Code 的传声筒的啊。那么现在已经在有很大提升了。龙虾帮着装龙虾，这个记得很久以前一次隔壁的邻居接网络下载，呃，接网络下载网卡驱动啊，这个他说你可以自己下载一个吗？啊，这个龙虾装龙虾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是没有那么可笑啊，它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你装好一个龙虾以后，你可以要求这个龙虾在另外一台机器上再给你装一个，你只要给它 SSH 权限，它是可以搞定的。对，是说说你这个什么行业，我也感兴趣。龙虾这玩意儿当初本来就是一个程序员给自己玩的，结果没想到开源之后在网上炸了。它其实也不是上来就炸，它也是用了挺长时间才炸开的。呃，你还是在出一个节目，像龙虾的进化版内容比其他人只做安装视频有差异化，了解一下这个龙虾这种技能，这些技能方面的事情。这个龙虾真的是不同的人使有不同的技能。这个我发现了一个有扳手但是没有会员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看看，我怎么找不到了？是不是这个 GJ 是这个？女观众说：“抽烟喝酒有危害，烫头也有风险。风险就是半年丑。但是女观众每天在脸上抹来抹去的，这个也有风险。他们就是要自己折腾，感觉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大声讨论各种指令啊、感想啊，这个优劣啦，这个初级程序员都这样啊。你听那些每天讨论哪个程序语言好的，大多数都是不懂程序语言的啊。这个或者稍微懂一点点吧，完全不懂他也不讨论这玩意儿。所以呢，养龙虾这东西就真的是像新手养狗一样啊，就是我们从来没养过狗，然后养一只狗，说哎呀这个怎么这样啊，这个怎么那样，确实跟这个感觉很像。汤头是烫头得是大爷烫才增加颜值啊，就是于谦嘛。龙虾很具有社会意义啊，给很多人补上了系统架构和安全这门课啊，那这门课补的成本可能会很高哦。IT 啊，我身边的人都很焦虑啊，但现在真正跑出来的，严格来说一个都没有。如果 AI 是确定的未来啊，那就更不用焦虑了，肯定是确定的未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好像女生烫头了，好看的真的不大多啊。这个好多数就是鸡窝，这个咱们不评论这件事儿啊，这个我不知道。水一条啊，这个龙虾最怕跟人熟啊，熟了就被吃了啊，也行吧。最后只有博主卖课的啊，这个能挣到钱的做 AI 用 AI 做产品小程序 APP 能做成的少之又少，这个永远走到哪儿都是少之又少。就是你说所有人都成功了，那一定是社会崩溃了。能过审批上架的更少，这个所以你像我在 YouTube 上做节目，我做的节目都上架了，没问题。一说水质体啊，就想起《生化危机零》了啊。这个最新的《生化危机》，老范玩了吗？没玩。补上系统架构这门课好像不大会啊。至于安全这门课其实有点难啊。不信你去准备个信息安全证书考试啊。所以补课这个事儿我也是不认可的啊。总感觉龙虾不安全，是不安全，手机也不安全，汽车也不安全，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好像最近帮人装龙虾可以弄点小钱花花，买个 mini 啥的，这个，哎，真的意义不是很大。
它就在你屏幕上了啊！这个范老师骑驴找驴，什么东西？其实现在 Cloud Code、Codex、Gemini Client，都能做到 Open Cloud 的程度，单纯使用目的，没必要玩龙虾啊。如果 Geek 或者是 Agent 创业啊，有必要装一个研究一下，这个还真不是这样。Codex 也好，这个 Cloud Code 也好吧，就是你对于小白来说其实还挺痛苦的。但是呢，Open Cloud 这点就有一点好是什么？就是你有个 QQ 聊天呀，有个 Discord 呀，你就可以跟他扯淡扯半天，对吧？这个，就是如果别人替你装好了啊，它也相对比较稳定，自己可以升级，没什么大毛病的话，还是要比 Cloud Code 什么要好玩多了。呃，卖个卖了个讲帮人装龙虾收费的故事，艺人公司其实有点引人入胜啊，这个不好玩。来了来了啊，欢迎！龙虾本身只是非常粗陋啊，没有合理的权限设置，自身倒是没什么恶意代码的风险。问题是市场里的 skill 就没有像 GitHub 那种成熟的筛选和甄别机制了。谁放些恶意代码，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啊！这个，我觉得恶意代码这个都升级了啊。今天还一故事，本来想去讲的，就是这个龙虾的 Peter Steinberg 去指责腾讯抄袭和腾讯在龙虾里边投毒的事情。明天讲吧，明天讲完了，礼拜天放吧。这个让我稍微休息一下。龙虾成功解决了代码和数据泾渭分明的问题，现在都混在一起。烫头也跟养龙虾一样啊，你刚刚在发廊烫完挺好看的，但是后面要维护，有维护成本，每天要洗头、头油、造型再吹干，不知道啊，完全没有这种感受。我这辈子没烫过头。老范现在还是觉得本地部署算力不合理吗？还是这么觉得啊？就没必要在本地部署算力。一虾三吃，上门安装500，无痛卸载300，硬盘修复1000。硬盘修复是很难的啊，其实就是上门安装的时候，你给它做个备份就完了。其实如果不是身处白领特别多的圈子，离 AI 焦虑还很远啊。那些裁员新闻，大多都是遥远的谈资。这个等看这个机器人上来呗。啊，这个亚马逊一共是30万白领，大概是60万还是几十万这个蓝领啊。然后呢，他现在准备裁10%的白领，然后呢，哎，多少万我忘了啊，这个具体数字我想不起来了。然后准备裁一半蓝领啊，就靠机器人替代。宇宙万物的道理都相通啊，减商，时时刻刻都要减商。是的，要把一个事情顺畅的做成这个心流状态。所以大爷整个离子烫最划算啊，这个后期维护成本也不高。不知道，完全不懂烫头的事情。之前 Codex 上线的时候，就有期待过类似龙虾这样的使用场景，但是 Codex 只做代码操作啊，其实它有能力做交互层，但是问题它就没做呀。但是未来有可能会做啊，因为毕竟那个 Peter 跑到那个上那个 OpenAI 签 offer 上班去了嘛。前两天啊，前2天看来一个林毅的视频说龙虾提高了本地模型的能力，扯淡，这种都是属于彻底不懂的人。大爷烫头是为了有发量啊，如果大爷离子烫的话，就变蛐蛐了啊。到底哪个叫离子烫？搞不懂。土豆发芽头，这好吧？中国男人突然烫头秃了。中年男人突然烫头就是秃了，好吧？这个我现在发量还很大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本地部署算力的成本赚不回来的，是的，绝对赚不回来的。亚马逊说是要裁30万仓库蓝领啊，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德国大众要裁5万人啊，肯定有新的流水线改用机器人了。没有改用机器人，就是不挣钱了，卖不出那么多车去了，没别的，对吧？那油太贵啊，各种零部件又搞不定，然后车又卖不掉，那就只能搞这个呗。
大家可能马上要看到本田裁员了啊，本田原来预计是挣多少钱，现在直接告诉亏了多少钱，就完全没法整了，就是亏得一塌糊涂。本田啊，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的电动车项目全废啊，美国电动车项目全废。这个你只要不废，我假如亏了所有的钱，我可以作为各种的资本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这种成本啊，可以记到后边慢慢去抵消。一旦说，哎，我这个项目关了，你就马上落袋为安啊，把这个成本直接记成亏损啊，这块很惨。机器人加自动驾驶加工业自动化蓝领也就危险了啊，这个都危险。龙虾对我没用啊，还是等等家政机器人上市，这样养老不用怕啊。一个养老机器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能用上啊。离子烫啊，就是特别直，大直发啊，这个好吧，黑长直是这么来的是吧？塔主确实是文科生啊，宇宙的真理就是熵减，宇宙的真理就是熵增啊，这个减熵永远是暂时的啊，熵增才是永恒的啊，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这么讲。德国大众的生意不好啊，不裁员咋办？这个没办法，本来他早就该裁员，然后后边是工会闹事儿，然后导致了不裁员，那最后你其实是躲不过去的。亚马逊仓储物流无人化一直在做啊，裁员都必然的啊，大众裁员纯粹是不挣钱。是的，我就等着看本田裁员了。我知道啊，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我的时间都花在减商上了啊，这个减商会让人开心。在美国做电动车肯定做不起来，主要是特斯拉，一方面是特斯拉，另外一个就是各种补贴退潮了嘛，就是原来它这个项目是要靠补贴才能活下来的，现在不补了嘛。整天跟宇宙做斗争啊，也是很开心的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成天跟执行器和传感器打交道啊，对机器人手部的泛化能力持保留态度啊。这个我觉得泛化能力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它的寿命和成本啊，就是现在的灵巧手的成本根本就没法使。最近看 F1，本田把阿斯顿马丁车队坑得不善，好吧？这个 F1我是不怎么看的啊，熵减是永恒的吧？最后就是死寂啊，应该熵增是永恒的，增到一定程度以后直接死寂啊，它不是慢慢减下去死寂。我印象里是这样的啊。家政机器人啊，就是减商啊，我肯定会买啊，没问题。你来了我也会买。这是要问神奇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了啊！这个是的，听说灵巧手一只几十万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种灵巧手呢，一方面是研发成本，一方面呢是 BOM 啊，就是这个固件成本。现在固件成本都很高啊，这个研发成本根本就没法往里打。你说我卖多少只，然后把研发成本打下去，根本没法看了。啊，所以最后呢，肯定是要就是大规模生产了以后，才能把固件成本慢慢降下来，啊，把 BOM 成本降下来，才有可能继续去使用。而且这个东西的寿命非常短，就是寿命绝对有问题，因为它里头一大堆的，有的是这个，靠小电机，靠这个那个什么丝杠，对吧？有的是那个靠这个皮带的啊，那个太痛苦了。老范好，又来晚了啊，是的，差不多就，这个快要结束了。量产就好了，不一定啊，因为里头有很多零件真的没有那么好做。大家好啊，欢迎。灵巧手成本高啊，能用大批量工业化的方式打下来吧？这个流片成本也不低，但是 CPU 不是很贵，这个真的挺难的。因为呢，流片这个东西，就是 CPU 它是最后它实际上是个印刷过程，就是你前面的这个实验啊什么这个过程很费劲，对吧？你只要起到一定量以后，它最后就是个印刷过程，就跟刻光盘似的啊。这个当然最后刻光盘也变得很便宜了，压片就变得更便宜啊。所以这块儿，灵巧手还不一样，里头真的是一大堆电机，一大堆的轴承，一大堆的丝杠啊，还有皮带，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传感器，它这个东西太多了。熵增也不用太悲观啊，这个封闭系统才是纯熵增啊，但其实大多数系统都有外部流量啊、外部能量流入啊，所以这种流动就会带来熵减的机会啊。这个比如人吃饭啊，好吧，几十万
到底多大产量才能把价格降下来，真的挺难的，因为它的东西太多，零交手太难了啊，这个不一定没戏，但是可能最后会有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法。可以让机器人自己生产自己，这个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宇宙不一定是封闭系统啊，所以不一定熵增，是这个这个我们不研究熵的问题了啊。好啊，我们聊了1个半小时了啊，也就是最后聊天的时候人稍微多一点。前面老范讲感受的时候呢，人不是很多100多人啊，现在有个200多人，感谢大家。那么预告一下吧，这个明天早上没有节目啊，大家好好休息。然后周日早上的节目是，腾讯被指责抄袭啊，因为狗日的企鹅又回来了嘛，啊，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讲一讲的。然后，会员节目的话，我看看，我稍微纠结一下吧。如果实在想不出别的主题，我就跟大家教，怎么去装这个，Open Cloud 吧，怎么去装龙虾吧。或者龙虾到底怎么个用法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见。结束。